我怎么都不想睡，天特别亮也特别的黑，当我深深的呼吸，心中充满想你的甜蜜，想和你走在雨中，想要你牵我的手，傻傻的你不敢说爱，而我也故意要你为我等待，说不出有多么快乐，还是不够，只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，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，说不出有多么快乐，还是不够，只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，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。我们都快吓死了，小姐还晕倒哎。对呀、他为什么会晕倒呢？小姐一进来看到传那个信就晕倒了、什么信啊？那是给我的信。苏大哥说了什么？你们先下去。走啊走啊。阿文，我觉得楚大哥可能已经……我已经报警了。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。我家族那边看得监视录影带，我看到苏大哥半夜开船出海。哎，你昨天也没讲，楚大哥他为什么要出海啊？现在讲这个好像也不大适合。不过说句难听的，是不是案子怎么了？他落跑了哈？好啦，是我想太多了。今天水磨那边轮到我值班。没办法陪你们去，你们自己小心一点。还有那个油表要注意哦，天黑前一定要回来。男神，我姐，去呀去呀。阿南，楚大哥在信里到底写了什么？他说很抱歉留这些烂摊子给我们。他已经无法承受了。他说人生在世，本来就是苦多于乐。他已经享受够了。为什么？
为什么每个都要这样想事情？小伟也是，他早就知道了，却一个人担心着，就什么都不说，一个人就这样离开。我真的搞不懂哎，难道错人是我吗？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？阿文，喂，阿东哥啊，怎么会？他们几点出海的？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我真的千不该万不该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让他们出去的啊！阿东，那又不是你的错。哎，他们找人嘛，回来再讲。阿左，现在怎么办啊？阿东哥，你先冷静点，大家东西弄弄，赶快出发吧。快！大阳哥，我坐你的船哦。阿左，你要去哦？当然啊。我看你留在这边接应好了，你的伤刚好，这样出去很危险，又不像我每天在船上，万一又怎样？阿东，你让我去吧，我在这里等，完全没办法冷静啊。阿东，你看那是不是他们？谢谢，哦，谢谢你们。哇，还好哦，我船上有一桶备用油啊。不过真的还是要谢谢你们啦。改天我请，好，谢谢啊。我们找不到楚大哥。我救不了他。睡吧。
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。阿东啊，我看我们这一次一定会赚钱的。哎呀，你不知道啦，我们汉文很孝顺呢，他这次帮我投资很多呢，只要10块钱能够赚2块哦，啊，空了没嘛好嘢啊。是啊。阿公，那你让他打电话给我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哦。Winko，我打算先处理楚大哥的产业，再看怎么联络他的家人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好，我等你回来再讨论。喂，郭少南，是，请您不要着急，我们会再跟大家约时间做一个详细的说明。是，请放心，不好意思，再见。你要冷静哦。不然也没办法。消息传得好快，一整个早上报纸和电话都接不完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做比较好？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，现在参与案子的乡亲这么多。我要理清楚大家投资卖地的状况。来，这是你的部分。然后我会代替楚大哥，继续跟财团们保持联系。你真比我坚强镇定多了。你觉得楚大哥真的走了吗？我想应该是吧。可是那封信怎么看都像是遗书。那楚大哥信里面要写什么？为什么不给我看？为什么他要走呢？如果是因为财团改变案子的方向的话，他可以解释给大家。为什么不给大家一个交代？每个人心中都有他不能承受的痛吧。汉文，我又看了一次财团的感恩通知，新案子可以说跟原本的理念完全相反。原本的投资是为了垦丁好，可是这个购物商城的计划长远看下来，对垦丁只会是个伤害而已。再加上楚大哥又被撤换。就算他想交代，也无能为力。如果有人要退股或是归还土地，到现在还不知道可不可行。我在想，楚大哥是真的压力很大、很痛苦。有的时候辜负大家的期待，是真的很难开口。
像我现在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，跟我阿东哥、跟我阿公交代。那财团这个样子，难道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？暂时我也没想到怎么做，因为不了解大家投资卖地的情形。之后可能还要请个会计。请会计？怎么请会计？我没有钱，我所有的财产都丢进这个案子里了。潘伟，小伟走的时候是不是还留了一笔钱？我想先借来做后续处理的基金，要不然之后的事情还很多，一时之间我也调不到那么多钱。我不想用小伟那一张支票。潘伟，我了解你的心情，可是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，事情要赶快解决。我感情用事，我觉得这件事情跟小伟没有关系，所以当然不用用他的钱啊。所以说我说是跟他借，当然要还他的啊。还？那要怎么还？我也许再也见不到他嘞。我也会帮你找小伟的，不然现在大家那么急需用钱，你还有什么办法吗？我是没有办法。昨天晚上，我想了好久。我发现我最难过不是因为他离开我，而是我不能给他依靠。他连走都还留下一笔钱，不愿意拖累我。我想问你，连你都说我感情用事，所以现在是怎么样？是我太热情把大家都吓跑了？还是我就这么没用，没有人敢跟我一起承担？楚大哥这样，小伟也是这样。潘伟，这真的不是你的错，我们赶快振作，一起解决好不好？你连信都不给我看，怎么一起解决？你为什么不给我看？那是因为我怕你受到伤害啊。郭少南，你这样保护人更伤人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们是不是背后都在笑我？笑我什么都不懂，只会傻傻往前冲，是不是把我当做小孩子？怕我受伤，怕我受不了打击，所以自以为是的保护我？还是我告诉你，不告诉你，这个楚刀他信上面写说，小伟如果继续留在你身边，只会伤害你。看样子楚大哥说的没错，小伟一定也知道这一点，所以才会离开。够！你们都没有错，我错。汉文，你们现在到底要怎样啊？啊？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我爸可是好不容易才相信你们呢，搞不清楚。小林哥，事情我真的不知情，现在整个状况我也在了解，财团那边我也在谈。你还想推脱啊？我告诉你，不要以为我很好讲话啊。以为我们乡下人，你就可以在这乱搞啊？啊？怎么样？还没来了不起是不是啊？啊！好了啦，别动气了。阿兰，我知道你们不会故意害我们啦，但是有几句比较难听的话，我要讲在前头。虽然我们没有读过什么书啊，但是我也不会傻傻的被糊弄啊。如果这个案子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钱也不要赚了，宁愿退出了。好，等我把事情弄清楚，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好了，这事情也不是一下子能讲清楚了，我们回去了。
走啦走啦走啦。喂，这样啊？所以，楚大哥是真的？怎么会这样？发生这么大的事，你跟汉文怎么没跟我说啊？亮，我不是怪你们，我只是想到楚大哥的心情，还有你们的心情，就觉得很难过。那汉文呢？汉文他现在还好吗？我们现在是分头进行，各自去找自己介绍的投资人说明。不过今天早上我还跟他吵过一架。亮，我看这次汉文受到的打击真的很大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劝他。那小伟后来真的都没联络吗？打电话都没有回应。其实他早就留下纸条，叫我们不要找他。那财团那边怎么说啊？执行长的秘书现在正在帮我约时间。你要怎么说？现在大家反应怎么样啊？现在楚大哥一走，大家都不信任我跟这个案子，大家都担心损失，急着要退股或者叫我还钱。我现在真是一团混乱了。我想跟执行长确定，他这样擅自改变案子的方向，至少要让大家可以选择解约。阿南，财团那边你再继续努力。这边的人我们来请他吃顿饭好了。啊，我表哥是会计师，我们待会打电话给他，看他可不可以帮我们。阿南，你别担心，你还有我啊。我们待会一起讨论好不好？楚逸阳失踪，是。另外有一个郭少南先生跟我联络，他是楚逸阳的助理。他说接下来会代表垦丁在地的人跟我们协商。你马上通知刘副理，叫他赶快筹组一个新的执行小组，尽快进驻垦丁。是。喂，表哥，我是亮亮啊，最近好吗？就我有件事想要拜托你。我们有一个案子出了状况，需要会计师的帮忙，只要看一些地契跟账目就可以了。不知道表哥有没有空可以帮我们？真的吗？谢谢，表哥。那我再跟你约时间。谢谢，拜拜。喂，阿左，是我啦。
楚大哥的事你都知道了。阿南跟我说的。我想帮汉文他们，你可不可以帮我约大家一起出来吃顿饭？我跟你讲啦，为了我们的权益哦，我们要团结起来，跟他抗争到底啦，不能让我们的权益有这样损失了。该还我阿总，怎么回来了？我有事想要跟大家约一下。什么事要请我们吃饭啦？阿三哥怎么这么厉害？真的要请你们吃饭呢？哪有那么好？没事请我们吃饭哦。是有事啊。这次约大家来是要谈一下楚大哥的案子。哎呀，那个案子没什么好谈的啦，叫他们赶快把钱还给我们。啊，我看了也不用吃什么饭了。小英哥，不要这样啦。他们跟财团的人约好了，这2天开完会之后，到时候看怎样，吃饭的时候会跟大家说明。小英哥，去啦，你也给他们一次机会讲一下嘛。好啦，去啦。好了，好啦，你阿左都出面了，就给你一个面子。不要这样讲啦。那到时候大家就一起去了解一下。礼拜6中午12点半在牛妹。好，会啊，会去啊。汉文啊，哎呀，你是走去倒位啦？亮亮跟阿走在这边等你，还有那个小林也打了好几个电话来，还有那个阿东啦也在找你。现在大家对这个案子啊都很热衷，每一个人都在找你。哦，你很红哎。阿公，不是这样的啦。阿左，亮亮。对不起，阿公、阿东哥，还有你。前几天我自作主张的帮你入股，对不起。我自己本来就要加入的。你不要安慰我了。我真的是个大笨蛋，我害大家跟我一样投入，那么多钱，还有地，是我害了大家，对不起。事情没这么严重吧？汉文，你跟阿南吵架了，对不对？阿南都跟我说了，我知道你是因为小伟，可是你也知道小伟的心情吧？要是你现在不振作起来解决这件事情，那他就会一直怀着伤害了你的罪恶感，你们在一起就会很痛苦的。可是我现在就好痛苦。汉文，痛苦是一定的，可是你的爱就只有这样吗？既然他不能受到拘束，我觉得你应该用不一样的方式爱他。你现在应该要做你能做的，赶快跟阿南并肩作战啊！这些是包着而已，也算是楚大哥的钱，你先拿去用吧。
这阵子辛苦你了，要一个人处理这么多的事，这些钱你用得到的。谢谢。我早就说过了，外地人的话不可信的，给嘴还好累累啊！现在好了，大家都被骗得团团转了，而且呢，还出了人命了。你们这是什么案子嘛？我一定要推出。是，潘伯伯，我们现在处理中，所以我过来想跟你确认一下。不要再说了，钱还我，地还我就对了。潘伯伯，真是对不起。未过户25万，25万。刘副理已经拟好新的执行小组名单，请执行长过目。他们预计什么时候要进垦丁？预计是5号。还有汉郭先生他们约好后天协商，赵律师已经准备好一份协商重点。重点是啊，这些投资者不能退出。你转告刘副理和赵律师，叫他们态度要强硬一点。是。等一下，也不能都来硬的。你叫会计部啊，开一张支票，请刘副理转交给郭少南，就说是公司对楚先生还有大家表达一点慰问之意。是。不要来找我，拜托。这一部分地还没有转过去的，地价就是成本。而这一边呢，因为他土地已经办理过户了，所以呢，除了地价之外，还要加上土地的过户费、登记费，还有代书费这些费用。表哥，请问一下，这一部分，汉文，我想我应该听一下。表哥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汉文。汉文，这是我表哥，在高雄当会计师。有啊，我们见过啦。对啊，好久不见了。表哥，谢谢你帮忙。不会。不过呢，这边还有一大叠，帮你看一下。没问题。
这个部分是说我们之前的计价方式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。对，有很多费用没有算进去，所以导致你们很大的损失。天气晴，呼叫雨不停。天气晴，呼叫雨不停。你在哪里？你到底在哪里？我好想你。之前执行长就跟楚先生讲得很清楚了，白纸黑字，土地买卖和投资认股，一切都是在合法的状况下进行的。而在契约里也表明了，双方订立契约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要促进地方的观光发展，以及共同创造最大利益。乙方也就是 B 公司，为了获得最大的利基，有权对经营策略做调整。两位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？我们还要再研究一下。我想再怎么研究，也是跟赵律师所说的一样。坦白说了，其实案子的更新，依法依理都没有问题。但是如果想退股解约，财团会采取法律行动，这对投资者反而不利。麻烦你们转告其他投资者，不耽误两位时间，请。那个，你们大老板不来啊？我觉得我们这个新案子不太好，所以我想说跟他讨论一下。这部分不在你们讨论范围之中，更何况大老板不需要为这种小事而出席吧？哦，对了，郭先生，差点忘记了，这是我们执行长要我转交给你的，算是公司的一点心意，也给楚先生的家属以及乡亲们一些安慰。不要你们钱。太机车了，他们根本不想跟我们讨论，是拿钱打发我们。那是因为我们准备的不够，我对法律的部分了解太少，根本讲不过他们。没关系啦，我们慢慢来啊。要不要我们也请一个律师，请他找出条文里面的问题，然后告财团？我看不请个律师不行，我来想想看可以找谁。还是存吧。汉文，你不是不愿意？别啰嗦了，我们不是要请律师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敬大家一杯。各位朋友，各位乡亲，不好意思，你那怎么说啦？今天约大家来是想跟大家说明一下投资案的情形。财团在未经过我们同意之下，擅自更改了案子的方向。说改就改，你想好了没？改来改去呢？看起来盖一个投资商城好像也会赚钱，可是这样只会对我们环境造成破坏，这不是我们当初所想的。长远发展下来，对我们只是一种伤害而已。经过跟财团的律师开过几次会之后，我们才知道，楚大哥申请也是最反对这一点。听说当时他跟财团极力争取，没想到被财团撤换。他们也太霸道了吧！哎，我们要退出了，退战投资的啦。这个是诈骗集团啊！请大家听我说，现在大家的钱都还在财团的账户里，他们律师却告诉我们，参与投资卖地的人不能轻易退股，否则将采取法律途径。我怎么管我们的钱？对呀，对呀，都是高级的嘛。我知道大家都很担心，
我跟汉文这几天已经将大家的合约都整理好，我们也打算请律师反告他们。重点是，希望能够阻止他们更改案子，否则也至少让大家保有参与新案子的选择权，不能让大家吃亏。虽然我们当初误会楚大哥了，可以这样。各位，楚大哥事情，我想大家也听说了。我们临时接手处理事情的时候，如果有什么问题，请大家多包涵和指教。我对不起当初被我说服，相信我的大家。真的拜托大家，请大家给我们一点时间，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。先敬大家。但是我们那些都是辛苦钱的，那个地也不是来的简单的。当然，看包啊里面的。对了。那样说，他留了好几通留言给小伟，可是都没有人回。打电话去出版社问，他们说他出国了。是哦。王律师吗？郭先生你好。你好，我郭少南。这位是我的 partner 钟汉文。啊，钟先生你好。这位是王雅的王律师，是专程从台北下来帮我们的。王先生，啊，王律师，我们这边请。汉文，我之前跟王律师在电话里面已经讨论过，他说我们可以先寄一封存证信函给财团，然后之后可以开始第2次的会议协商。王律师，那我们这边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存证信函的内容呢？小鬼他们出事了，现在在派出所。他们这几个啊，从楼梯间冲出来，拿着球棒威胁我们，叫我们滚回去，否则要我们好看。我们请他离开，结果他用球棒打伤我的同事，多凶啊！没看过这么恶劣。怎么不是？他们是不小心的，我们是想陷害他们，他们推我们才回到的。到底在做什么？怎么会干这种蠢事呢？先请问怎么样？他们几个在饭店拿球棒下来。真是对不起，真的很抱歉。你们有没有伤到哪里？还好了。听说他们都是楚先生的员工，该不是故意的吧？哈？怎么可能？几个小孩子不懂事，真的很抱歉。我们带回去好好管教。我觉得大家有事坐下来好好谈一谈，耍什么暴力手段是非常没水准的。刘副理，没有人在耍手段，请你不要乱讲。杨伟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我知道你们很生气，是我们不对。等一下我们会载你们去医院做检查，你们的医药费我们会负责的。我们跟大家道歉。刘副理，你们要不要私下和解？自己的小孩我认识，平常还蛮乖的。不用，这件事我们律师会来处理。他们的幕后是不是有主使人还不知道。就算他们年轻人不懂事，做错事，也要给他们一点教训，没什么好和解的。哎，对不起，林警员，麻烦把笔录做一做，我们要离开了啊。刘副理，再给年轻人一次机会吧，他们真的还小哎。不过是个执行副理，甩个258万的。进来。警长，对方寄来的存证信函，赵律师看过了吗？看过了。赵律师说要再跟他们开会，做第2次协调。赶快把时间确定。董事长也交代，他会参加这一次的协调会。
时间一确定之后，赶快通知他，好好把 schedule 排开。是的。另外跟执行长报告，昨天刘副理他们被当地几个年轻人攻击。啊？有没有人受伤？什么人打的？刘副理他们还好，人都没事，打他们的是楚一阳的员工。那现在怎么样？人抓到了没有？人已经抓到了，目前是交保了。刘副理说会提告。你告诉刘副理，千万不要手软。如果每一个人都用暴力的手段来做抗争的话，那我们在垦丁会更难做事啊。是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好。看阳光在闪耀，看你的背影，你不过离开15秒，回头看看我，你的微笑，我怦然心跳，因为在我的心上，现在